海岛，欢迎收看《潮人少年》。今天是成功人士宾士 VIP 3天2夜豪华旅行。等一下，你帮我这样从那边最快的速度，然后直接90度左转弯，然后再绕一大圈 U turn 回来，这样，就像这样子，你就是往内缩，缩小它的半径，这样转，这样就可以了。你一定没有想过电动 G Car 的底盘长什么样，对不对？因为通常 G Car 的车不会让人家顶起来看下面。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电动车跟一般汽油车的底盘，它其实有蛮大的差异。自己都没看过，你们自己都没看过？第一次看下面，不好意思，大进去让我看你下面。台湾宾士的原厂呢，要邀请我们参加一个3天2夜这个全新电动车的体验。G Car 呢，它其实是在宾士车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个车款，而现在呢，就是有出现了电动车。我们重点是什么？教大家体验怎么样当一个成功人士。你先往后看看今天的天气，你有没有觉得像一个成功人士，最重要的就要经得起天气的考验，还有看到海浪的时候，你要充满斗志的心情，昂首阔步迎向各种逆境。你们有准备好逆境的生活了吗？后面有成功人士，后面又有一个成功人士经过了。我跟你说，一般的成功人士跟你们一般的小老百姓就是不一样。但是跟我一起工作有什么样的好处，你知道吗？可以体验成功人士的生活。来你知道成功人士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事吗？坐到车上，然后车窗摇下来拍照装逼，然后你要假装这是自己的车的感觉一样，然后发到朋友圈，然后你要写下一段，不是你没有本事，而是因为你没有宾士。毕竟我们什么频道？工业知识生活频道。但是好不容易有这种电动 G Car，就是一定要让同事来开看看的。等一下，你帮我这样从那边最快的速度，然后直接90度左转弯，然后再绕一大圈 U turn 回来，这样子。但是我没有驾照哎。你没驾照？对啊。你没考驾照？没有。帮我查一下这边没有驾照是可以开的吗？应该拍频道了，比较麻烦。法规说不能开就是不能开，但是你今天刚好遇到我这个老板，我来教你怎么样考好驾照。考驾照其实很简单，通常考驾照大家比较过不了的就是那 S 型弯道，但是如果今天 S 型弯道你要开的话，其实也不难，就像这样子，你就是往内缩，缩小它的半径，这样转，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子 S 型弯道就可以过去了。然后另外考驾照大家比较考不过的倒车入库跟路边停车，有时候倒车入库这个角度切不过去，用这台车就没问题，就直接原地打转就好了，像这样子。所以你看，这样很简单，你就可以考过了。当你考到驾照之后呢，你就可以买车子，买车子你就可以买宾士，买宾士呢，你就可以买 G Car， 对，好好上班，好好做设计，这样以后呢，你就有机会可以买一台 G Car 来开。在台湾当老板不容易啊，常常你要跟员工画大饼，有的时候呢，饼又不能画得太大，也不能画得太小，画太大呢，人家会觉得太胡乱；画太小，人家会觉得没目标。一个周边的毛巾350块。台湾2300万人，必须每100个人都要有1个人买毛巾，他才能够达到买 G Car 的营业额。也就是说，我们要卖出23000多条超认证的毛巾，但是那也是只有营业额，你还是不够有钱买 G Car。总而言之，台湾企业的老板，你们都辛苦了，你们的饼画得够好吗？通常这个时候你有车子了，有驾照了，但是上路还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也就是说呢，平常上路的时候，你要记得车子怎么保养，要记得车子要注意什么。你看旁边那位，看起来也就是一个成功人士的样子，他一定卖了不少条毛巾，玩得不亦乐乎。我觉得他可能在跟我们对尬的意思，我觉得他在挑衅我们。我叫他过来一下，我来问他都卖哪个毛巾。停车，靠边停车！我要学台东人把他拦下来。台东拦车法就插前面。你卖了多少条毛巾？你知道我自己很喜欢，宾士有一些很小的细节在这里。就这种小东西，这个要撕掉，这不撕掉会硬掉。哇，你看，哇，就这样子，漂亮。好了，我们来带大家去保养厂。你一定没有想过电动 G Car 的底盘长什么样，对不对？我就跟你讲，侧面拍的东西我们不拍，下面很凶。没有，这个大家应该没拍过，因为通常 G Car 的车不会让人家顶起来看下面。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电动车跟一般汽油车的底盘，它其实有蛮大的差异。那我们就往大海的地方开去吧。在路上给大家介绍一下成功人士的 G Car 电动车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其实我自己觉得最摆烂的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听到这引擎声？这是电动车，它为了想要让你还是有以前那个引擎感的氛围所以它里面帮你加了音效，但是音效也可以关掉，开起来的时候就变成是电动车的感觉。
那我觉得它跟以往大家一般所认识的电动车的细腻感会差在于一件事，就是你看它脚放开的时候，它会像以前的油车一样会自己前进。它的加速的方式没有像那个就这么的钝，所以它在加速的时候，它的那个线性感是很漂亮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宾士车子的关系。它这一代有趣的就是它的 G Car 哦，有辅助驾驶咯，有 Level 2哦，你可以在高速公路上面就是可以放轻松的开，你在市区的时候又可以遨游。成功人士巡礼这个台北城市所带给你的感受，然后他们这一代就是你看回到触控了，大家要记得要操纵的时候，记得要停红绿灯的时候或停下车子的时候再来操作。我现在停下来了，好，我再操作一次给大家看啊，比如说前座呢跟后座有没有让你强烈感的按摩？那你如果这个觉得这样用手这样子触控板，你会觉得不方便的时候，你也可以就是直接按荧幕触控。另外在城市里面，不管你是要运动版本还是要舒适版本。就是它这边就是有一个快捷键比如说你如果按 Sport 的时候，它的输出、它的悬吊，它就是 Sport 版本。你如果要舒适版的话，它开起来的感觉就是比较轻松自在的。然后呢，其实宾士的环境还是做得蛮好的，是那种真环境，不是那种就是360度，但是外面其实看乱七八糟。而且你知道现在的系统，它那个 Apple CarPlay 都是无线的。比如说，你看我现在点好，透过 Apple CarPlay 按上去，嘿，有没有？它就可以直接连线到上面，而且它现在界面都已经变得很漂亮就是已经是满版的。这个时候，我们身为一个成功人士我们就要来放一个成功人士的音乐给大家听。你知道，在我们的观众里面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有一个观众他常常会 take 我，然后他说他现在在美国当电工，然后他说因为是受我的影响，所以他常常会在上面 po 一些什么，比如说 Milwaukee 的工具啊，或者是他做电工的样子。但是呢，他其实是一个很屌的成功人士。他在台湾赚到非常多的钱，然后呢，他就财富自由，然后全家移民到了美国。但是呢，他那时候就一直在觉得说，他赚到钱是因为这个土地、这个社会跟这个运气，因为这块土地的养分，然后让他能够成为一个比较幸运的成功人士。所以呢，他就决定要花2000万回馈这块土地。之前在疫情的时候，很多演奏家都没有办法演出嘛，然后他太太刚好又是10方乐器的演奏家，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想说，我应该用一点就是自己的资源。然后让这些线上的演奏家能够在线上让大家听到，然后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存一下这些演奏家的作品。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打开我们的 Music， 就看到这个林雨菊叶。我先找一个最近接下来的大作给大家听它这个频道呢，就是每周五的5点的时候，然后都会上架新的音乐。它这是一个5分钟的线上音乐会，但是因为你想说交响乐好像是一个很难接触的东西。所以他就是想要透过这个方式，然后让大家就是可以很轻松的可以欣赏到这种线上的演奏音乐。然后呢，他就决定把这个2000万花在这个 YouTube 的平台上面。原本他以为2000万可以花很久，结果想不到现场演奏，他要做一个录音室然后要维持这个录音室，要找人来演奏，要把这个版权放在上面，然后让大家可以听。2000万很快就烧完了。但是呢，他的爱还是没有熄灭的。他决定之后就是不定期的更新这个频道。所以，如果你是喜欢我们观众的，那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这个人，然后支持这个频道。然后接下来4月25号的时候，然后会有一个大作，它是黄林轩作曲家的《月海》，这是一个用 MV 拍摄的形式，然后想要推广台湾的作曲家。可能到时候你听这首歌，可能会跟你以往想要听的音乐会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呢，他想要用音乐去形容一种自己在太空的状态。总而言之，这个频道呢，它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系列的演奏音乐，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去感受一下成功人士赚到了钱，回馈台湾的这种感情。所以，如果你想要听台湾好听的音乐，你就可以上 YouTube 搜寻林雨菊叶。那我们在长途旅行出发之前，做完员工的驾驶训练之后，我们回保养厂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台车子。怎样？不能回转是不是？羡慕你，他一定羡慕我是个成功人士。我们回到保养厂了。通常一台车子要出去玩之前，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宾士 VIP 之旅。那出远门前一定要回到保养厂，然后好好检查一下车子有什么状况。那刚好今天我们这个电动居的对面，有没有看到这边？刚好就一台，不要躲什么躲？大家躲什么？刚好对面有一台吃油的 G Car。那今天很难得，台湾宾士它特别让我们把2台车的底盘都顶起来给大家看，你就可以很快的看出为什么电动 G Car 跟传统的就吃油的 G Car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跟大家讲一下，推荐大家到原厂保养的原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车被顶起来之后，然后车子掉下去的，或者是车子的那个油压软掉的。像以前的传统都好像有2.7吨吧，然后现在这个电动的这台大概有3.2吨。所以如果你的那个顶高机，你的那个油压不够力的话，就是很有可能会把你的小 GG 就是弄下来啊。他自己都没看过。
你们其实没看过，真的假的？第一次看下面，哦，不好意思，大军居让我看你下面。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大家比较少看到的哦，比较不知道的。你看这个顶高机，这个德国制造，一般人不会注意到，对不对？细节，而且它是2只就可以顶3吨半，因为这一台是2.7吨，你要有够力的油压才顶得起来。啊，对面那个因为是3.5吨，好，所以它是用叉细机用4支的方式顶。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机的下面，然后它其实这个是护板嘛，我们等下把护板拆下来给大家看好了。在大G里面哦，它里面有一个最经典，也是为什么它车的刚性会好的原因，就是一个梯形结构。跟车子的底盘的这个车底的结构，它其实就等于是你这台车哦，在跑的时候，或者是在扭的时候，或者是你在越野的时候，它会不会影响到整个车子的驾驶状态？在车辆工程设计的时候，它就已经涵盖了大部分的主要因素了。那电动G呢？因为电动G下面要塞电池嘛，所以塞电池的时候，你是不是想说，那车子的车底结构是不是要变得不一样？我跟你讲，你看从这个往下看，你们看到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护板。你不要看它起来就一整片板，它其实里面有12块模组，216G 的电池芯，整个整合可以用的电容呢有116 kWh， 而且它这个电池呢是双层堆叠式的架构，它用这个方式呢去把它放到梯形的车架里面，里面呢是3层的冷却结构。为什么要用3层呢？这样才可以把电池跟它相关的元件保持在最好的工作温度。电池怕冷也怕热嘛，跟我一样。但不用担心，我们刚问过了，等一下也会拆下来给大家看。在电动G呢，其实我觉得它跟以往的电动车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油车换到电动车哦，尤其很多人开电动车的时候，都会想说，电动车的驾驶感跟油车变得不太一样。我爸就不太敢开电动车，因为他觉得电动车开起来的感觉跟油车他以前的习惯感不太一样。但是这个大G 580呢，它开起来的感觉，反而是他们花了很多细节、很多操控性，让它开起来像以前的大G一样。但是同时又是电车的能量，而且你看外观哦，油车的G，电动的G。再看一下以前的G，是不是觉得刹车蛮好看的？刹车，刷线，真的刷线。其实你们应该看不出来哪一台是电动，哪一个是油车，对不对？颜色不一样而已。其实我刚刚骗大家，这是电动的，没有啦，这是油车啦。其实它还是有一些细节不一样啦，比如说引擎前的前盖有些角度不一样啊，还有它的后轮导风口不太一样，不然其他其实都长得很像。你如果要分辨它是电动G car还是传统G car，哈，就是很好分辨的地方。就是你可以看这个地方，旁边有刮伤，这应该不是我们刚开的吧？然后还有一个地方不太一样的，以前传统的G car呢，你知道开到那个溪边有没有？或者是你开到海边有没有？大概70公分以下没事，哦，但电动G我跟你讲要多了15公分出来，你可以一路开到85公分，85公分大概多高？以前是要这样子啦，以前都会淹到你的脚踝这边了，70公分这里，现在可以到这边85公分。其实也没那么高，大概对 EQ 啊 ，EQ 是你的极限 ，EQ 不能爆啊 ，EQ 爆了，你的 EQ 就85公分而已，超过 EQ 就炸掉了。那我们今天机会难得，既然来到了保养厂，车子出行之前，我们要先看一下车子安不安全啊？怎么看车子安不安全？把它拆开，再把它组回去。我跟你讲，按照这个原厂的 SOP 哈，通常我们要先用这个棘轮扳手。哎，下班了啊，下班了，不好意思啊。我在上工业。午休结束。通常我们要先把这个扭力值卸掉，扭力值卸掉之后，你就可以拿那个起子机，然后把它打下来，是不是没有看过，对不对？很新奇哦。我跟你讲，一般人是不会这样踩给你看的。联宾是原厂哈，回到这边哈，他都不会让你看到这个画面。但是其实我有想过一件事，你为什么不来帮忙？现在到底是你原厂还是我原厂？你现在用这种眼神看我，你是爱我还是恨我？你们是不是有想过，为什么每次大家把车顶起来，然后大家在看到底在看什么东西，对不对？挂膜啊？怎么看？其实有时候大家也是看着它发呆而已，也没有要看什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差速锁、差速器，就是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G car 会能够被称之为 G car， 能够有这么样传奇的地位，就是因为它的越野跟脱困的性能。那为什么有些车子外形长得跟它有点像，想要学它，最后都被海浪冲走呢？技术的问题，因为水太深。那为什么油车的 G car 它能够脱困呢？那就是因为有差速器。那差速器干什么嘞？假设我们车子今天在过弯的时候，有没有？你要过弯的顺畅，它基本上你就是需要差速器。但是呢，如果当今天被困在泥沼、被困在沙里面、被困在爱情的深渊里，你要脱困，那你就要用差速锁。也就是说，当他发现它已经空转了，那差速锁就会介入把它锁住，然后让你另外一个有着地的车子能够接触到地面，把它咬上来。那你就可以脱困。好，这个是以前我们在车子的传统的机械原理。但是如果今天它变成电车的时候，前面都是刹
色杀色。这是我刚刚特别从沙滩上面带回来给大家的礼物。这个月底大家就吃这个吧。我们又拆了一块下来，一样站在下面看，你是不是也是不知道要看什么东西？我们刚刚那边好像是传统汽车的概念嘛，一个引擎，然后把动力，然后输出到传动轴，传动轴传到轮子上嘛，对不对？但是电动车呢，它就插在这个地方。这边这个是2颗马达并列的，就是这一条，你现在看到的这一条，这边是1颗马达，这边是1颗马达，然后它出到传动轴给它，它再传流给动力。而且它这边不是只有2颗哦，后面这边还有2颗，在后面这边这里有没有？这个左右2个，它就是2颗并列的马达。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差速锁呢，在电动车上面就没有这个东西。电动车它就是用4颗马达，用电脑的控制去让你脱困的。但是开起来，如果今天 G Car 变成电动车之后，它不能脱困，那它还是 G Car 吗？它当然就不是 G Car 了。不能脱困的 G Car 那叫什么？它就变 G Lock 了。如果今天你要把它改成电动车，但是你电动车开起来又想要开的像以前传统的 G Car 的感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在电动马达的这件事情上处理的是一般人不太会去想象到的地方。那现在我们出行的时候要检查什么呢？检查轮胎。哦，你看这个，你看之前一定是哪一个北巴音啊，跑去不知道震什么东西，你看受伤了。还好我们有回来检查，对不对？没有检查，远方出行你就不会注意到，你就很容易在路上掉卡。再帅的 G Car 开在路上，成功人士掉卡是怎样？妈的还是 loser， 这样讲会太过分了。再帅的车掉在路上还是不帅，所以远方出行很重要。但现在问题来了，有没有轮胎让我们换呢？我跟大家讲，这个现在是意外，这跟我们一开始想的不一样。我们原本想说刚下面排完就可以出发了，结果想不到真的被我检查到轮胎有问题，所以他们现在在想办法调轮胎。换轮胎是不是还要一点时间啊？这个轮胎很新啊，这轮胎几乎全新的，还是我们开这台走，可以吧？可以吧，宾士 VIP 耶，好，拜啦，来去了，走了，拜拜。那是我们长期观众，可以挥个手耶，然后开始。没有，他刚刚我是来的时候他有跟我讲，只是我自己在想，哎呦，柴油的450D，你看开起来感觉完全不一样哦，这个 NK 没尴尬，跟我觉得过弯的感觉，耶，还是小心一点。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进到员工旅游的行程了，你是不是想要知道到底身为一个宾士的 VIP， 他会招待你什么样的旅游行程呢？那我们就苗栗见。老板，你拍宾士 G Car 怎么可以没有找我？因为你不是成功人士啊，成功人士才可以开宾士。那不然你跟我说怎么变成一个成功人士啊？要变成一个成功人士，首先你工作要做得够久，像我都是用 Logitech、Ergo、Wave-Keys 人体工学键盘和 Lift 人体工学垂直滑鼠。尤其像我们做工的人，很常要拿钳子、砂轮机、拿扳手，用的都是什么？手腕。所以我们很多工业的人都会有网球肘。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使用滑鼠的手势其实非常不符合人体工学，因为有一条筋会被卡到。但是你用 Logitech 就不会。像我们制作人成功人士，他用了 Logitech 刚好3年。当时就是因为手腕很不舒服，想要找立式的滑鼠，刚好就选择了罗技。而且这个 Lift 人体工学垂直滑鼠，57度最舒服的倾角，它能够减轻你的肌肉疲劳。而我最常用的功能是 ED Switch and Flow， 我也觉得很方便，就是可以带一个滑鼠自由切换。它只要用一颗3号电池就可以撑2年。哦，这么屌哦！我用3年还在用，还没换电池，而且它很安静。你看点击完全不会吵，很多人一开始不习惯，但是越用越上手。当然，身为成功人士，如果你右手顾到，左手也要顾到键盘。上班一次要看8个小时的电脑，如果我们太常使用同样一个姿势，也就造成乌龟脖、肩颈酸痛。除了要有大荧幕之外，外接键盘也才可能符合人体工学。而它这个键盘呢是波浪形的设计，符合人体工学自然打字的姿势。它下面 QQ 的这个是一体成型的手托，而且你手放在上面感觉很舒服，也不会感觉到冰冷。更何况它把数字键改成紧凑式的排列，这种紧凑布局的数字键盘，各种输出大小都能适用。它一样有 ED Switch， 可以同时用多个装置，手机、iPad 都可以。换2颗4号电池就可能够撑36个月。我这3年了都没有换过。而且你看到这个里面的小角角，0到4度都可以调整，但我个人都是平放的时候就非常好用。2个都有通过美国人体工学协会专家认证。所以了，身为一个成功人士，重点就是你要能够做得久。做得久呢，你才能够机会多，机会多呢，你做起来才会舒服，做起来舒服不会痛，你才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你有听过命运21吗？连续调整21天，你就会变成一个习惯，你就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4月28起，他们有养成习惯21天的社群活动，参加者可以拿到好礼，还有机会拿大奖哦。想要当成功人士吗？那我们先去泡温泉吧。超爆的，这可以泡10个人吧？成功人士玩做的不一样。这是谁讲？
成功人士的旅行让我吃水饺。好喝。成功人士有在吃饭多吗？我不敢评价。就是炸鸡。下午茶。宝城的董事长，宝城的老董，做鞋子的，退休之后就是这样子生活。喂，喂，许先生，是你的课子时间到喽，马上收回了。哦，这么快。当个成功人士果然不容易，每个人都想要一步登天，不过我们还是脚踏实地一点比较好。回家吧。你看看成功人士都看什么书？致富心态。不是，是今天有读书会，然后我还没看完，今天要报一下国小。你看，致富心态，想买 G 卡吗？先看这本书。致富心态。